有倒是有，那乱七八糟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感觉像是在欲盖弥彰。本来就是欲盖弥彰，那是我放出去的烟雾弹。从现在开始的2天内，还会有数百条消息发送到整个天海市的社交论坛。既然无法彻底阻止陆丰达将消息发出，那就利用海量的无用信息来掩盖真相。可是这个样子，不是反而更加让人怀疑了吗？是啊，突然之间把这个话题炒了起来，很容易引起别人注意的吧？引起注意这件事情本就无法避免，不管我发不发这些消息，陆丰达也肯定要发的，所以撒这些烟雾弹可以混淆视听。这么多的情报，我不信别人会有那么多的精力一个个判别真伪。更何况，比起我消息中提到的官方几大组织，反而是我个人作案的可能性变成了最小的。的确，这么做实在是太聪明了。就好像我们娱乐圈如果有人出现了什么绯闻，但只要有更大牌的明星出了事，前面的事情很快就会被人忘记了。看来他并非除了帅和能力强以外一无是处，还很聪明。可是这些消息都是从你的电脑发出去的，如果有人能够追踪 IP 地址的话，不是一下子就发现你了吗？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啦，毕竟现在天海市的活人都没有多少了，更没几个人懂反侦查 IP 的，所以张毅你的做法还是很成功的。除非世界完全进入原始社会，否则想要彻底隐匿踪迹是不可能做到的。我本来也没有奢望能瞒过所有人，但这么做起码可以让绝大部分人不会直接怀疑到我的身上，而对于那些拥有强大网络能力的组织，会跟他们接触同样是无可避免的。而我也早就有那个觉悟，若不是陆丰达，这一天来的应当晚得多。首先，我不喜欢被人要挟的感觉，所以陆丰达必须死。而且，虽然我讨厌被人发现自己的位置，但有这个庇护所在，除非拥有最顶级武装力量组织，根本没人能对我们的安全造成威胁。听到你这么说，我们可就放心了。你可别高兴得太早，虽然对于守住这儿我很有信心，但是接下来你也不能闲着。好家伙，我说正事，他想哪儿去了？想啥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要帮我制作陷阱。陷阱？这栋房子的防御力极为惊人，建造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核战争或者大规模的自然灾害。不过对于人祸这方面考虑的不够周全，毕竟这里对于武器的管控比较严格，所以庇护所并没有配备足够优秀的反击武装。我打算在庇护所周围布下严密的陷阱，如果有谁敢打我们的主意，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张毅，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的，尽管吩咐。陷阱什么的，我不是很了解。总之，你安排下来的任务，我也会好好去做就是了。那好。在这种雪地里，一旦设置陷阱，就是最难以被人发现的。接下来我告诉你们怎么做，而且你们要仔仔细细听着，尤其是布置陷阱的时候，记住方位。万一哪天我们出去，被自己设下的陷阱所伤，那就麻烦大了。钉子撒在地上是扎不到人的，所以要把它们钉在木板上，这样埋在雪中之后，一卡子就可以穿透人的脚底板。要把这个和钢锭一起使用，钢锭的贯穿性更强，而螺丝则是能增加伤害。明白了吗？这种钉子陷阱起码要制造1000个，少了的话以后再加。别墅周围100米全都撒下。这玩意儿你们应该都在电视里看过，人被夹住了，直接会穿透皮肉，伤到骨头。换句话来说，它可以直接干废掉一个人。它的布置就有讲究了，如果放在外围，可能会被人用木棍试探出来，因此要把它放在钉板陷阱的内圈。你们只需要搞定这2样陷阱就行。从外界通往这里有2个路口，也都是必经之路。之前在武器库中搜到过2颗引爆式地雷，刚好可以埋在2条必经之路的中间。就是以后自己出门一定得小心，这玩意儿的威力太大了，人着了道怕是碎渣都找不回。这些陷阱第一次使用效果是最大的，但是如果有人用工具清理钉板，就得想办法应付。钉板不要放得太过松散，最好是人踩到一块钉板之后身体倒下，然后再被另一块钉板插到，万一插进胸口或者脸上、脖子里，就能直接干掉一个人。钉板不需要埋得太深，刚刚能够掩埋就好，因为还在下雪。回头再下点雪，这里就毫无痕迹了。接下来就是防止对方清理陷阱的装置了，在外围布置一层牵引绳链，这样一来，无论是脚踢到钢丝还是用工具，
都会引发爆炸。做到这种地步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外围的陷阱、腐蚀瓦斯、催泪瓦斯，以及能够融化钢铁的高温喷射器，这些都是我的手牌。至于最后一道防线，就是我自己了。张毅，敌人什么时候会来啊？我巴不得自己白忙活了一场，可你却很希望别人过来进攻咱们似的。哎呀，不过应该不会很快。稍微有些头脑的正常人，都不会在这种时候随便进攻别人。能活到现在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是简单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，这下也不知道是别人过来种陷阱好，还是一直这样过安稳日子才对了。你这是做什么？难道这2道厚重的金属门还不够安全吗？这栋别墅里面，绝大部分区域都实现了自动化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人可以黑进我们的控制中枢，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开这2扇大门。技术的进步，有些时候也会带来巨大的缺陷，可是物理学的基础原理却不会骗人。大功告成，凡事都要面面俱到才行，毕竟小心驶得万年船。虽然做事的方法狗是狗了一点，但他一定比普通人活得长。唉，如果能有一个精通网络的高手在这里就好了。欣欣倒是对于网络挺在行的，只可惜……怎么了？欣欣不是在天海市念书吗？你知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？是不是还活着？欣欣是杨幂的堂妹，在天青学院读书，16岁就拿遍了国际计算机领域的大奖，背地里还是一名顶级黑客。虽说她小时候因为小儿麻痹症下半身瘫痪，只能依靠轮椅活动，但要说信得过还懂计算机这方面的，除了她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。那她现在在什么地方？能不能把她给找过来？他已经失联很久了。雪灾来临之后，我尝试着联络过他，但是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。以他的能力，如果还活着的话，一定有方法联系到我。如果联系不到，那就只能说明，会不会是人家懒得搭理你啊？你干嘛？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毕竟你看嘛，你们家里的人都是天才，比你强上一大截。要是遇到危险的话，谁会寻求你的帮助？你坏死了！如果那个叫杨欣欣的女孩还活着的话，让她加入我的团队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毕竟她双腿瘫痪，对我威胁不大。周可儿和杨幂都长得这么漂亮，颜值能差吗？唉，可惜。那咱们以后怎么办？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，那就是等待。不出所料，那之后陆丰达的消息即便发出去，也被我事先布置的垃圾信息给淹没，一点水花也没翻起来。如果有人能从这些信息里去伪存真一路找来的话，一定不是普通的组织，再或者他们有计算机高手。正中靶心。半个月过去，开发后的异能附着在武器和飞行道具上，射程和威力都会翻倍。这一招就叫精准射击，将异能包裹全身，我的速度更是能提升到2倍以上，用武器近战也更加得心应手，速度变快后逃命也稳多了。我的异能虽然看上去功能简单，但却有无限的开发潜力。虽然新开发出来的能力很让人惊喜，但是消耗量同样是巨大的。力量来源于细胞，我又不会光合作用，只能够通过食物得到力量。按照我的情况来判断，即便是异人也需要通过进食补充力量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些人再厉害，吃不饱饭也用不起异能。没想到最后，异人强大与否的决定性因素竟然还是食物的多寡。这样的话，我岂不是无敌了吗？毕竟拼消耗，我可不会输给任何人。
我不应该是天选之子，拥有顶级异能，然后收服美女无数吗？太不公平了！为什么遇到那人我就只有逃跑的份儿？张毅，华南仓库。如果我通过这些短信进行查询，会不会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？我找到了，绝大多数信息都来源于同一个 IP 地址，只有一条除外。价值上百亿的物资在一夜之间被人给搬空。我原本以为这是一场贼喊捉贼的闹剧，可是现在看来，这个叫张毅的男人非常可疑。真的有可能是他把整个沃尔玛仓库给搬空了吗？但是做到这种事情，除非是空间领域的异能，才可以容纳大量的物体。那天战斗的时候，我的攻击突然就在他面前消失了，但是后面他竟然又把我的攻击释放了出来。这不是普通的反弹攻击那么简单，似乎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握反弹攻击的时间，简直像是把我的攻击给收到了另外的地方，然后又释放了出来。我明白了，那肯定是空间系能力者，而华南仓库丢失的所有物资极有可能都在他的手里。这样一来，即便是他能够拥有豪华雪地车，也就容易理解了。空间系，他竟然拥有空间系的能力，羡慕啊！跟张毅的能力比起来，我的异能水雪明显差了不止一个等级。难道说他才是主角，而我是反派？对，打游戏的时候不都是会有一些小 boss 吗？看上去比普通怪耐打，但实际上就是送经验的。我的能力完全被他克制，根本打不过他。我绝对不能和他作对，最好是能跟他交个朋友。对了，不光是我，还得警告全村的人。三爷爷，你在吗？春雷啊，你可是难得出一次门。之前你在家里，要不是你妈让你下楼溜达溜达，估计你连路都认不清了。三爷爷出大事了，这件事情我必须得告诉您。三爷爷这个张毅非常厉害，他的能力也克制我，咱们千万别跟他产生矛盾。徐东村和云雀庄园就隔着一条江，你最好告诉村里的大家伙，以后离那个地方远点，最好打鱼的时候也换个地方。你是说当初闹得沸沸扬扬的华南仓库失窃案，实际上是他干的？根据我的分析，这种结果是最有可能的，除非是空间系的能力者，否则根本做不到在短时间内搬空一个巨型仓库。如果可以把这些物资给我们徐东村的人来用，那得用多少年才能用光啊？三爷爷可千万不要去打他的主意啊！春雷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胆子太小了。咱们徐东村可是有几百户人家，算上整个徐家镇的人，更是有数千户。可我能够感觉到那个人非常的危险啊！难不成我们这么多人都奈何不了他一个？你的胆子都被他给吓破了。我年轻的时候，附近几个村子械斗，人脑子都打成狗脑子了，哪一回不拖几个死人回去？如今为了整个徐东村的生存，我们姓徐的豁出去这条命都不怕。最先还有些想离开的念头，但现在这样无忧无虑、不愁吃穿的日子，好像也不错。啊！有人来了，我过去看一下，你们先吃吧。徐家镇的人来的倒是比想象中的要快，普通人威胁不了庇护所，需要注意的只有他们村里的艺人。他要是来了的话，我就趁这个机会把他也一并干掉。既然你们喜欢送死，那就来吧。这天寒地冻的，离咱们村子这么近的地界，居然有这么奢侈的房子。咋的了？我的脚，雪下面有陷阱，快把他抬回去！卑鄙小人，竟然在雪地里放了陷阱！快去通知其他人，地上有钉板，别再中招了。小心行事，那个男人已经有准备了。不过这种小儿科的陷阱可难不到咱们，让大家缓慢推进，用棍子和树枝先探路，把那些陷阱给清理掉。真以为自己很聪明？哼，第二波陷阱也该发动了。这一招有效，继续前进，把这些钉板全给扔到路边。这黑线是啥子玩意儿？效果拔群，有炸弹！你的脸还有身上都是血。有炸弹了，不能再往前走了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村长，把春雷喊来吧，这还有100多米的距离，不知道雪下面有多少陷阱，必须得叫春雷过来才行。村长，让春雷来打头阵吧，不能再增加伤亡了。村长，当初春雷求我不要进攻这里，我还夸下海口，不需要他就能拿下庇护所。可现在还没到门口就死伤惨重。冰雪系的艺人怎么还不出手？庇护所离那群村民不足200米，即便艺人忌惮我的能力在更远的距离出手，只要不超过2000米，我同样可以将其狙杀。快点过来吧！让我去求徐春雷，爷爷去求孙子，不可能！怕什么？没有春雷在，咱们就什么都干不了了吗？这小子也忒歹毒了一些，
竟然在房子周围布置了如此多的陷阱。大家伙不要着急，咱们一步步前进，把所有陷阱都给他拆掉。他人就在这里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怕他干甚？你们自己往那别墅里面仔细瞧瞧，看看里面有啥。我的妈呀，你们瞧瞧，我不会是眼花了吧？那么多吃的，还有2个仙女一样的美女，对面是天堂吗？可是雪地里面都是陷阱，还有炸弹，咱们怎么破这个局？还是喊春雷过来吧，靠他的本领，只需要稍微出手，就可以把这片雪地清理得干干净净，什么陷阱都能暴露出来。哼，都是一群没出息的东西。看来咱们村除了春雷，其他人都是孬种，胆小怕事的软骨头。谁要是害怕的话，就滚回去好了，省得丢我们徐家的脸。三爷爷，俺们不是孬种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我这就去把那个张毅抓起来，让你们瞧瞧。这就对了嘛。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，只要小心些，这种小儿科的陷阱根本啥也不是。有戏有戏，看来这家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大家离远点，把附近的陷阱都清理干净，好吃好喝还有美女，马上都是咱们的了。就这样，继续往前，这些陷阱难不倒咱们。凡人的智慧果然强大，谨慎的排查确实能让大部分区域的陷阱失效。不过，高科技的装备就不是这种小儿科的手段能克服的。猎枪队的人跟上，张毅肯定已经发现咱们了。如果他敢开枪，马上就还击。放心好了，只要他敢露头，我一准把他的脑袋打一个窟窿。这回又要死多少人呢？张毅他做什么去了？这么多人，会不会攻进来啊？就这你害怕了？就这胆量，以后跟在张毅的身边怎么行啊？别墅降噪功能启动，地雷启动。这种地雷要是更多一些就好了，这样就能把这些人全都给炸死，省得让他们受罪。救我！救我！早点断气反而是好事啊，省得冰天雪地里继续受罪。三爷爷，他们全都死了，都死了，死了，他们都死了，都被炸碎了，胳膊、脑子全都碎了。鬼，这是恶鬼，他不是人，他是鬼啊！我们不过是想要他的物资，他却杀了我们几10口子人。打开我面前的窗户。通过半个月的练习，在异能的辅助下，我进行3连发射击已经不需要瞄准。有猎手！不可能，风雪这么大，为什么弓箭能射这么远？都是我的错，要是当初听春雷一句劝，我该死啊！我就是徐家的罪人。既然来了，那就都留在这里吧。这就忍不住了。徐东村的那个艺人还是出手。快走，快走啊！不能退，坚持住。上次我就是这么逃的，要争取时间。倒是学聪明了，知道故技重施这个距离，我就暂时无法准确攻击到他。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。在家里等着我回来。没追过来，开启自动驾驶。春雷，快阻止他！就是你了。春雷，走！这是杀死对面艺人的最佳时机，绝对不能放过。快退！现在只能让他瞄不准来减少咱们的伤亡。挡得挺严实，那就先拿其他人开刀。艺人的能力作用范围有限，护不住自己，也护不住所有人。想自保，那我就杀了所有的村民。快把他们尸体都扔掉，赶紧跑！这都是咱父兄的尸体，连入土为安都不成吗？雕虫小技！春雷，你快想想办法！就算你们这么说，我也有了。那个艺人的能力竟然能让冰面裂开，看样子以后不可以在冰面上跟他们战斗了。要不是他的异能强度还不够，又或者冰层不够厚，这一下我就连人带车一起掉进冰水里了。
怎么样？有没有抓住上次袭击我们的那个艺人？没有，那个家伙很猥琐，一直不敢跟我正面对决。他那种能力用于逃命太恶心了。张毅，你杀死了那么多的人，就不怕将来会被清算吗？杀人可是犯法的。今晚之前，我还妄想着雪灾很快就能过去，可现在……你觉得呢？可儿，我有些饿了，给我做点饭菜吃吧。好呀，你想吃什么？脑花、毛血旺、鸭胗炒蒜苔，还有九转大肠。身体怎么有点虚弱啊？要不你也来吃点，好好补补。你是魔鬼吗？我的儿子呢？我的儿子他在哪？小智，等一下，我老公呢？他有没有出事？明明我已经警告过了。快跟我过来，三爷爷快不行了，他要见你呢。什么？春雷啊，我听说这一次咱们家就你没有跟过去，你为啥不去啊？